人骨吗？好恐怖啊！这根本就他妈不是我！回来，回来！前面有两个大毛，布满那个尖刺。哦，小青蛇，今天的大收获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冲山蛇，我是君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海拔非常低的一个地方，这里海拔只有300，属于浅丘环境，非常闷热的一个环境，但是潮湿。有水源，在这种环境下寻找一些常见的蛇类，所以我们看到的物种就要去针对一些，像是上次我们有一篇浅山蛇类那个雨伞蝶龟、壳花刺尾金足狮，然后树栖的大头蛇、青蛇、茶斑蛇之类的，但是今天都不确定，我们就看一下季末可以让我们捞到什么一些有趣的生物吧。Let's go！ 我们好像没介绍过黑框才对。黑框的特征就是它的眼部这边。像是戴了眼黑色的一个黑框眼镜，它分布于在主要是低海拔。然后台湾第2种的话是盘古蟾蜍，这只黑框是基本上就最大的，盘古蟾蜍会超大，盘古蟾蜍应该可以，回来，来，然后它有分泌毒液。对，你看那个各位，这就是它受到刺激的时候会分泌的毒液，后颈这块毒腺毒油会分泌一些白色的像乳汁，这个是有毒的。然后这2块很明显，这2块毒油会分泌大量的毒液出来，然后基本上对人体不会有太大的伤害，但是你碰到我建议就是用清水冲洗把它洗干净。盘古蟾蜍也有，盘古体型更大，可能是它的2至3倍，主要分布于中海拔。这只是黑框，然后各位如果真的不知道体型怎么分，就是看它的眼睛，有戴眼镜的，有戴一个黑框眼镜的，就是黑框蟾蜍，肥嘟嘟的很可爱。就是晚上的浅山区域，蛮潮湿的，各种两栖类、蛙类都会出来活动和觅食，尤其是夜行性的生物。然后背景还听得到黄嘴角鸮在叫，刚才还有听到那个菱角鸮，台湾低海拔就这2种最常见，一个是2个口哨声的是黄嘴角鸮，长声的呜这样一声是菱角鸮。OK， 走吧，看可以看到其他有趣的生物。各位，我们刚才走一走啊，我们找东西啊，不能只看地板。我刚才在抬头看山壁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只绿绿的东西啊。嘿，各位有看到它？树条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、诡异的翠绿色，有看到吼？是看到不啊？这就是树栖的一种蛇类，就是青蛇，但是它太高了，希望我们等下可以遇到比较矮的，栖息在树冠层中的其他蛇类，可以让观众看个清楚。Let's go！ 有蓝色羽毛哎，这应该台湾蓝雀的，看一过来看看。一样，野外如果我们要伸手去碰东西，就是一样打草惊蛇，确认一下安全，我才会上手。是吧？这应该台湾蓝雀的。哦，很长哎。哎呀，这应该就尾羽，而且很漂亮哎。哎呀，只是它被浸烂了，很丑的台湾蓝雀的尾羽。如果各位没看过台湾蓝雀的话，可以去全台湾从海拔500以上到1500左右，都可以看到台湾蓝雀。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保育类鸟类，它其实算是一种恶霸，蛮凶的，而且食性非常杂。它会吃所有的爬虫类、蛇类，它都要打得过。它甚至会去跟眼镜蛇单挑，真的是一种非常有智慧而且有胆量的鸟类。台湾蓝雀的羽毛，拜拜，走吧。你看，哎，君有边蝎，浅山非常容易看到这种东西，长尾边蝎，肚子肥胖胖的，尾巴还有一根细细的，像是它的天线这样子。它长得很像蝎子，前面有2个大毛。布满了那个尖刺，那是肉食性的，捕食小型的节肢动物，甚至小型的蛙类。长尾边蝎受到惊吓的时候，防御的时候，它尾巴有一根细细的出去，它会喷出醋酸，而且是味道超重的污醋味。我不知道有没有闻过，防御敌人用。那各位没有闻过的话，就打开你家的那瓶老醋，瓶盖打开猛吸一口。超浓郁的醋酸味，它其实没什么战斗能力。我们的凯凯呢没闻过，所以他想要故意去嚷那只边蝎。哦，有了，他这样应该就有了。哦，你不要吸那么大力，它的挥发强蛮强的，还吸你。它就是很浓的污醋的味道哎，超浓，对不对？非常有特色，台湾原生的节肢动物。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可爱的，我觉得很可爱的一种小植物，路边的潮湿地带会出现的一种小杂草，它都喜欢长在像是你看这种边坡石壁上。它的特征很明显哦，就是
你会发现它的叶子是不对称的，很多植物都有叶歪曲的这个特征，各位看到吗？它这个不是被昆虫吃掉，这是它的特征之一。而且它的鱼骨脉、叶背脉都凸起的非常明显，用手摸会感觉像一格一格的。我记得它是苦苣苔科的，非常漂亮的小草，尖舌草。我们再接续介绍下一个。抓到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尖舌草旁边停了一只斯文陶氏攀木犀呀。然后我相信斯文陶氏攀木犀是许多台湾生态人的童年，这是我们第一个会认的物种。对吧？小朋友第一个会认的爬虫的应该就是它了。晚上都在睡觉，这只应该是母的个体。公的话体型大很多，会它的2倍，尾巴也会相对的比较粗壮，魁梧非常多。这个东西其实是白天活动，晚上的时候夜观可以看它趴在枝条间或树干上面睡觉。然后这只被我们吵醒，你看它超怕你的，嘴巴张那么大。这是一只母的攀木犀，我们把它放回去。各位，我们刚才有介绍到，这个就是标准的雄性个体。这条黄色的带纹呢，是它性成熟的象征之一。然后背上呢会有一条一条黑色的纵纹，这样子。这种日行性的蜥蜴都很喜欢在枝条间或者杂草的梗上面睡觉，这就是雄性。它可以再更大，这只差不多20出吧，23左右，跟你的差不多长啊。这个也不能剪。标准成体，童年回忆啊，我们不打扰它睡觉，小时候已经玩够多了，别再吵它了，就这样子，走吧。前方有一只大腹鼠爬在这边，哦，它移动，它移动。跳了一下，哎呦，让它跳过去啊！各位，这就是大赤鼯鼠，台湾浅丘最常见的一种飞鼠。上次我们在菊池市龟壳花那个影片有看到白面鼯鼠，那是中高海拔，这个就是低海拔会看到的一种飞鼠。它要钻进去了。好，慢慢往下走吧。这是人骨吗？好恐怖哦，跟人的感觉一模一样啊。这一定是猴子啊。这猴子。而且头脑那么小。青蛇，对，青蛇。刚才我们有看到一只高的嘛，现在我们刚好看到一只比较低的。其实青蛇都是这样，喜欢盘在树上睡觉，因为它其实是树栖的。然后青蛇是无毒的，所以我们看可不可以把它请下来，让各位看。还蛮乖的，哟，它下来了。像我们在抓这样树栖蛇类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轻柔，不要去扯它或拉它哦。所有的蛇类基本上，你不要捏它、压它，都会像这样子，它其实都蛮乖巧的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一个抬得上劲的蛇类了。我们这个频道目前都没有出现过这只非常美丽的，这个叫做青蛇，绿色小蛇，小青啊，就青色的青。顾名思义，整只都是绿色的，从头到尾除了蛇性是粉红色的，其他以外全部都是绿色的哦。台湾目前呢有3种绿色的蛇类，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青蛇，它是黄汉蛇科的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头部是偏椭圆形，而不是三角形的。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赤尾青竹丝，它不是赤尾青竹丝，因为它的尾巴没有那个橘红色的特征，头也不是三角形，头也不是三角形的，赤尾青是腹蛇科，跟它完全不一样。然后第3种呢是东南部的神兽，叫做恢复绿锦蛇，那种蛇类非常非常的稀有，希望未来有机会也可以带各位去寻找恢复绿锦蛇。我们今天先看看这个可爱的青蛇就好。青蛇小时候会有黑色的条纹，照片在这边。这不是我拍的，这是学长拍的。大只的青蛇呢，有时候鳞片之间会泛出一点淡蓝色的光芒，各位比较一下，这是常见的青蛇和 Tiffany 蓝色的青蛇，非常漂亮。通常呢，青蛇的体型大概在1公尺以内，这只是很漂亮的成体，而且是很健康，肥肥胖胖的。它是一种中型的台湾原生无毒蛇类哦。首先呢，它是日行性，而且主要在树上活动。青蛇呢，日行性蛇类，所以它有很大的特征，就是眼睛非常非常的大，视力会比较好，跟过山刀一样。这种蛇类真的是我非常爱。第一个，它的个性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温柔，只要你的手像是树枝一样，对啊，你轻轻的让它在手上爬，它根本就不会攻击你，除非我们这样用力捏它，它才会有应急反应。它也不像腹蛇科，看到光影之类，它就一直攻击之类的。它的主食是蚯蚓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很容易被路杀的原因，因为蚯蚓是地上钻出来的嘛。如果在路上看到这种蛇类或者一些小动物，我们都可以目送它或者请它离开路边，尽量不要让它有被路杀的可能性。所以我等下野放的话，也是会放在比较原始森林深处的树上。它也是台湾衰蛇之一，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赤尾青竹丝，然后就觉得它是毒蛇，所以一定要杀死。这根本就他妈不是我。
但这边呼吁，不管是毒蛇还是无毒蛇类，都不应该随意去践踏它们的生命。它们都是我们台湾原生的美丽生物，我们应该要善待它们。我们的影片目的也是让各位知道，台湾的蛇类是多么的可爱，多么美丽，不要这样子去践踏它们。如果你身旁有不了解这些蛇类的特征该怎么认，不确定它是谁的话，欢迎分享我们的影片，让他们了解台湾的大自然，了解这些蛇类不再是那么可怕。小青蛇今天的大收获。我们的影片呢，主要都是介绍台湾的自然生态，不管是蛇类、昆虫、动植物等等，也希望各位透过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更了解台湾大自然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去点阅其他的影片，有台湾更多原生生物的详细的介绍。我们是冲安蛇，欢迎订阅我们。希望以后的影片可以带来更多有趣的台湾大自然生物。就这样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